2023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那个才貌双全的优秀女孩，一个本可以成长为璀璨明珠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病痛折磨以后，匆匆离开了人间。朱令的清华校友称，大家绝不是看热闹，而是因为他触动了太多人的良知。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他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可朱令就这样死了。他去世以后，整个互联网世界陷入了激烈讨论。有一些网友愤怒地表示，孙维一定是凶手。百度百科更是指名道姓地说，他是朱令沱中毒事件中官方认定的唯一犯罪嫌疑人。大家都想不通，明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案子，为什么用了30年时间依旧抓不住凶手呢？官方认定的唯一犯罪嫌疑人的说法靠不靠谱？朱令到底什么时候中的毒？是他得罪过什么人，还是他父母得罪过什么人？为什么凶手要用这样残忍的方式折磨一个女孩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悬案吉凶。今天我们要说的案子是朱令案。为了方便大家，本期的视频会用4部分进行叙述。1. 朱令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他姐姐的死真的是一个意外吗？ 2. 朱令中毒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错过了被救治的最佳时间呢？ 3. 警方是怎样搜集线索，怎样侦破这个案子的？最后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死案？ 4. 孙维有没有投毒的动机呢？先说第一点，朱令的家庭情况。朱令，原名朱令令，1973年11月24日出生于北京。朱令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夫妻俩一共有2个女儿。这2个女儿非常出色，一个考上北大，一个就读清华。按理来说，她都本该拥有人人艳羡的未来，但是她们却经受了太多的苦难和磨难。朱令的姐姐名叫吴金，随父亲姓。她的父亲名叫吴承之，温州人，曾在国家地震局担任高级工程师。朱令随母姓，他的母亲名叫朱明心，当时是中国远洋公司高级工程师。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成长条件，两姐妹从很小开始就一直表现得非常优秀。先说朱令，她有着极为非凡的音乐才华。12岁时，她偶然听了一场古琴演奏，觉得很好听，于是她父母就替她报了一个辅导班。凭借着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自己的琴艺水平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到后来甚至可以和古琴老师相互切磋技艺。1992年秋天，朱令进入清华学生乐团民乐队以后，也用了极短的时间就迅速掌握了小镲和中阮2种乐器。在这个群星辉灿的地方，一个从零学习的新手居然能成为中阮首席，一举成为乐队不可缺少的骨干。由此可见，他的音乐天赋有多么可怕。1993年5月，朱令所在的清华民乐团在北京高校民乐汇演，一举囊括了全部1、2等奖。朱令更是以个人参加了很多的独奏和合奏节目，在场上依然大放异彩。1993年夏，朱令和民乐队受邀为来访的美国的一个爵士乐团展示了中国传统民乐。同年夏天，朱令和清华艺术团一起去郑州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是饱受好评。1994年，朱令获得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2等奖。最恐怖的是，音乐方面的天赋只是朱令的一个方面，他还是北京市游泳2级运动员。他的英语水平很好，在大1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流利地用英语跟外国人沟通。出事以前，他一直在用闲暇时间学德语。据他同学所说，朱令的愿望就是以后去德国留学。
尽管课外活动繁多，可朱令的学业水平却从没被拉下半分，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班级的同学看来，朱令不仅学识渊博，甚至在外貌上也有着明星王菲的影子。他当年的同班同学陈鹏就曾对记者说，朱令的美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迄今为止，我还未曾见过如此完美的优秀的人。她是如此的耀眼和出色，以至于东方时空节目曾公开称呼朱令为清华大学最完美女生。朱令的姐姐吴京也曾是同样优秀的一个女孩。吴京从小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她一路从小学被保送到高中。高考时，她以1987年北京崇文区理科状元、北京市前10名的身份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她会跳芭蕾、弹钢琴，这一切仿佛是一条康庄大道已经铺好在了她的面前，她只需要抬腿迈出一步，就能拥有非常美好的未来。可这一切都因为一场春游，通通变成了幻影。那是1989年4月的一个周末，那一天，吴京和同学们玩得很开心。天色晚了以后，几个人准备回学校，可是刚走出几步，吴京突然想起有事情没做完，要先赶回去。可能是在往回赶的时候走得太急，吴京不幸坠崖身亡。朱令的家人说，当时吴京出事后，他的同游的同学均以为他跟着另一辆车走了，到学校后又都以为他回家了，直到上课发现他不在，才知道出事了。可那时已经距离出事有3天了。很难想象那一对夫妻是如何接受这样的悲剧的。事后，公安机关在进行调查以后，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对于这件事，不止一个朱令的亲友都明确表示，这个的确就是意外。而且朱令的律师也明确表示，现在有人故意炒作吴京事件，想要把影响力扩大，把水搅浑。他认为这是有人在干扰侦查方向，故意让人往谋害方面引。这件事发生以后，给朱令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打击。朱令的爸爸曾跟记者说，在此之前，朱令也想追随姐姐的脚步去北大上学，但他姐姐是在北大出的事，所以他回避北大。1992年9月，19岁的朱令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他所在的物化2班是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唯一的本科班，含金量非常高。好了，到这里大家可能对朱令家有一点印象了。那么我们再说第2点，朱令是怎么中毒的？要说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他21岁生日那天开始说起。1994年11月24日，朱令的父亲去清华大学找他。此行有2个目的，一是为了取几张北京音乐厅清华大学129演出的门票，二是为了和他吃饭，替他过个生日。由于时间比较紧，他便与父亲在学校附近找个餐馆仓促吃了晚饭。可当2个人刚拿起菜单准备点菜的时候，朱令却说自己肚子痛得厉害。考虑到朱令接下来还有排练，所以他一开始打算先跟父亲尽快吃完晚饭便赶回乐团，说不定一会儿就好了。可是10天时间过去了，朱令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12月5日，他不仅肚子持续性隐痛伴阵发性绞痛，还有腹、腰、4肢关节都在痛，同时大量掉头发。最要命的是，这期间朱令曾多次去医院检查，可是压根就找不到病因。3天以后，他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往下掉。可那一天距离129演出只剩3天时间，朱令觉得自己不能掉链子，所以他咬着牙硬扛了下来。1994年12月11日，北京音乐厅，朱令作为校民乐团的骨干之一，不仅参与合奏了多个曲目，还独奏了《广陵散》。
视频中的他依然那么优雅而谦虚，似乎除了稍显消瘦一些以外，跟之前没有丝毫区别。可台下的人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朱令已经被剧烈腹痛折磨了半个月，也已经3天吃不下东西，这消瘦是硬生生饿出来的。尽管演出时他腹痛难忍，却丝毫没有在镜头中表露出来。天知道，当时体内已经中了驼毒的他，是以什么样惊人的意志，完美地完成了10分钟的演出。在台下观赏演出的母亲是含着眼泪看完了自己女儿的演出，她知道内情，所以当她看着自己女儿一直微微含着肩，没有站直身体的时候，她知道女儿这个时候一定是在强忍痛苦。演出一结束，他就回到了家。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意志一旦松懈下来，身体就会瞬间垮掉。第2天，朱令就因为疼痛都已经下不了地了。也就是说，从1994年11月24日第一次肚子剧痛开始，朱令身上的疼痛症状应当是持续发生且不断加重扩散的。朱令凭意志一直坚持到12月11日演出，他用自己的意志熬了整整18天。我无法想象他母亲当时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完的演出，但我能从中总结出一点：朱令是一个非常要强、心气高、能忍、顾全大局的人。父母陪着朱令跑了好多医院，但是都没找到病因。1994年12月23日，朱令被送进同仁医院消化内科。这个时候的朱令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仅仅过去了10天时间，他的一头长发已经全部掉光，全身浮肿。在这里，他整整待了1个月时间，病情看起来终于有所好转。虽然朱令身上疼痛依旧，但头发已经长出来了一点。有专业人士后来分析，这说明人体自身进入了毒素清除阶段，已慢慢把驼毒排出体外。1月23日回家，院方安排出院。之前说过了，朱令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考虑到自己课业已经落下了很多，所以他表现得很急躁，一直闹着要回学校。朱母虽然担心，但出于尊重女儿的角度，他们没有坚持，让她回去上学了。但朱令父亲要求女儿每天都要喝自己带去的中药，病情如有加重，必须马上去医院就诊。1995年2月20日，清华大学开学，朱令如愿返回学校。可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995年2月20日至3月6日，朱令返校后，在他一共只在学校里面待了2个星期，而且周末都回家住的情况下，居然2次中毒，而这一次，对方居然下了死手。就这样，他刚回到学校没过几天，就给母亲打电话说，身上又开始痛了，而且这一次比第1次更厉害。他这一次全身都疼，特别是脚，碰到脚趾头他都疼得受不了，连被子都不能盖。3月7日下午，朱令不得已再次回家。回到家的当天晚上，朱令半夜疼得无法忍受，尤其是2只脚。朱令的爸爸当即就叫了救护车，先拉到了北医3院看急诊，因为疼又叫救护车去清华校医院，但因为没病床，只能回家。1995年3月8日白天，疼痛难忍的朱令前往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就诊。急诊医生推荐了神经内科主任李顺伟。当天，朱令回家服药，病症不见缓解。1995年3月9日，朱令父亲带他挂李顺伟的专家号。对方在分析了朱令的情况以后，随即说，朱令的症状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驼盐中毒病例了。随即，他在病历中写下高度怀疑是轻金属中毒，如驼、铍等，请劳卫所张寿林所长、丁茂博等教授会诊。当时参与会诊的专家一开始也觉得可能是驼中毒，但分析以后就犹豫了，
因为他这个病程不像是铊中毒以后的反应，因为一般人在铊中毒以后病情会短时间爆发，但朱令这个情况是从1994年11月持续到现在才开始变严重。虽然有疑问，但他当时还是提议请朝阳医院查铊含量。哪知清华大学那边居然出具了一张证明，对方非常肯定地说清华化学系没有铊。既然没有铊，日常生活中人们又接触不到这个东西，就不可能是铊中毒。对此，事后有医生曾说，当时我们是大意了，属于过度相信他人证明了。1995年3月15日，朱令刚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还只是浑身剧痛，有自主意识，但刚长出来的头发已经再次掉光。1995年3月26日，朱令因病情加重被转入重症监护室，接上呼吸机。根据事后披露，当时医院是按急性散播性脑脊椎炎进行治疗，但效果极差。2天以后，朱令陷入长达数个月的深度昏迷症状。需要强调的是，整个住院期间，朱令曾被要求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这里面包括肾穿刺、脑活组织检查等等，但有些损伤太大，所以朱令父母在经过商量以后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整个过程里面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金属毒素检测。1995年4月3日，协和医院举行第一次院外会诊。当时依然有专家怀疑中毒，但还是因为找不到接触源被否定。就在诊断陷入困境的时候，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成专门抽时间来看一看自己的老同学。在了解到医院会诊陷入僵局，朱令可能命不久矣的时候，他灵光一现，想到自己有个同学可以接触网络，或许可以把朱令的病情发给全世界医生诊断。随即从朱令母亲处得到一份病历书复印件。1995年4月10日，贝志成找到能用 Unix 上网的同学蔡全清，请他描述朱令病情。就这样，一封求助信被发到了国外的医学邮件求助组里。在求助信中，他这样写道：这里是中国北京大学，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梦想的地方，但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求助信发出后，当天他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前美国海军医生、生物测定学和预防医学助理教授的回信。他作为最早诊断为铊中毒的专家，明确要求医院对朱令进行铊中毒监测。铊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金属，无色无味，极易溶于水，含有剧毒。人体的中毒症状，即使只是阅读文献都会令人不安。肢体剧痛，大量脱发，视力全盲，对于大脑、神经与内脏的伤害更是难以想象。1995年4月25日，朱令的男友黄承德等人对邮件进行分门别类，最后写了一封书面的统计报告。里面写道，1635封国外回复的邮件中，约30%认定朱令是铊中毒。1995年4月28日，朱令父母搜集了皮肤、指甲、此前脱落的长发、血、尿、脑脊髓等各种样本，送到可以检测铊的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的陈振阳手中。可当陈振阳先生看到检测结果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朱令体内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铊？结果表明，朱令的各项铊指标都超出正常范围千百倍。陈教授表示，这是在1个致死量以上的铊含量。这里我需要做一个说明，协和医院所做论文《铊中毒5例临床分析》中就包含了朱令的病例，其中引用外国文献数据，铊的致死量是8至14毫克每公斤，显然超过1克的剂量足以使体重正常的人致死。也就是说，朱令当时身体内所含的铊含量已经在这个范围以上。陈教授跟朱令的父母说，这么大的量不可能是误服或者接触，
这不是自杀就是谋杀。随即朱家人报警，而医院在明确病因以后，随即使用解药普鲁士蓝化学剂进行排毒。仅用了1个月时间，朱令体内的毒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症状消失。但由于诊断就用了将近2个月时间，这对朱令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损害。他的神经系统被完全摧毁，患上终身瘫痪、智力衰退、双目接近失明等严重后遗症。可以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协和医院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监测。他们明明已经有很多人推断出可能是驼中毒，但是为什么宁愿相信权威，也不愿意做一次检测呢？我不理解。好了，现在我们说第3个问题，警方的破案过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朱令在清华6号楼114的室友孙维成了警方调查的唯一嫌疑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朱令的父亲曾跟记者说，自己此前根本就没有怀疑过孙维。直到1995年夏秋时分，警察找到他的单位领导，问起吴承之在文革时是否与孙维的父亲有过过节之后，对方才第一次出现在朱家人的视线里面。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在得知朱令可能被人投毒这个信息后，朱令父母当晚就通过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方瑜教授，提出报案的要求。对方当即就把情况汇报给校领导，得到对方同意以后，迅速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保卫处处长报案。第2天一早，朱令的家人又明确要求学校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但学校回复说，第2天学校就要放假了，现在不建议打草惊蛇，而且他们班女生也安排了5一旅游，不在宿舍。综上考虑，校方不同意采取极端的封存措施。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95年5月7日，北京公安局14处和清华大学派出所才受命立案。可问题是，在4月28日至5月7日立案之间这几天时间里，朱令的宿舍发生了一起非常诡异的盗窃案。据参与办案的人反映说，宿舍里当时钱撒了一地，却没有人拿。整个宿舍里面唯独少了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以及朱令的水杯、中药瓶等等日常经常使用的东西。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凶手在消灭投毒证据，可现在再说已经为时已晚。立案后，学校保卫处和派出所开始了解情况，问询过朱令的同学、朋友、系里和民乐团的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朱令的3个室友。贝志成说，调查之初，没有人怀疑孙维，朱令的同班同学都没有怀疑孙维，而是班上另2个女同学跟朱令有矛盾，甚至在朱令病重时都坚决不去看望。包括朱令的男友，当时怀疑的也是别人。朱令的父亲也曾跟媒体明确表示，那个案你仔细看看，实际上公安部做了好多工作，基本是摸清楚，前面的过程都跟你讲清楚了。所以后来我们也没怪公安部啊、公安局、派出所的人，就像李书生讲的，他对得起历史。当然了，警方在这中间也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这里面对关键的几个线索都是警方找到的。因为性质恶劣，警方一开始就组成专家组开展侦查工作。考虑到清华大学已经明确表示自己这里没有驼，再加上这个东西日常适用范围很小，经过讨论以后，他们决定先从追查驼的来源入手。警方深入调查，走访了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驼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警方居然意外在石家庄的一家商店发现了清华化学系某课题组购买驼的发票。巧合的是，孙维就在朱令第一次出现症状2个多月之前，刚刚进入这个课题组里实习。这一下
就把警方的注意力锁定在孙维身上，因为从警方的角度来看，他已经具备了所有可能作案的条件。首先，孙维可以非常轻松地接触到驼岩；第二，他是朱令的室友，非常熟悉朱令的生活习惯；第三，朱令第二次中毒的地点基本可以锁定在宿舍。这么多线索一相交，他的嫌疑自然是最大的。但当时警方唯一缺的就是找不到他作案的动机。准确点来说，两个人之间没有严重矛盾，反而感情还不错，算得上是好姐妹。所以他们会在1995年夏秋时打听两个父亲的关系。或许办案人员曾怀疑过两人的父辈之间曾存在过严重矛盾，但朱令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和孙维父亲之间没有过节。我和孙维父亲曾在一个单位，国家地震局，但不在同一个部门。我没有接触过孙维，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他的父亲。百度百科对这一时期的办案进展描述得非常耐人寻味。1995年10月，也就是立案侦查后半年，警方曾对朱令家属说，案件只剩一层窗户纸了，一捅就破。1996年年初，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改口说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可仅仅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领导却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1年以后，也就是1997年2月，化学系薛方瑜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做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我从没听过如此奇怪的案子，似乎时间拖得越久，真相就离我们越远。1个月以后，朱令家人眼见案件还是毫无进展，学生又马上要毕业了。对他们来说，如果学生毕业，那么这个案子真的就成了死案了。为了敦促破案，朱令家在1997年3月25日给北京市公安局时任张局长写了一封信。信件大致内容是，马上同学就要毕业，很多人将出国留学，希望能抓紧侦破。我们不能确定这封信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是信寄出1周后，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了孙维。随即警方对孙维进行8小时的连续突审。孙维也曾专门留言说过这件事。1997年4月2日，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他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毫无疑问，经过2年多的排查和汇总，警方应该排除了所有的怀疑对象，只剩下孙维一人。关于这次审问，其实有很多说法。有网友明确表示，他甚至在审理过程中认罪过，后来改口。警方也确实限制他出境很长一段时间。我无从确定这个说法的真假，但不管怎么说，明明有这么多线索和证据，所有的怀疑也都真实存在，为什么还要在审讯8小时后把他放了？这里面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孙维的家人一直强调说，驼并不是只有孙维一个人能获得。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的，1997年4月，孙维哥哥多次独自一人在白天工作时间进出清华化学系实验楼，中间甚至还取出一瓶标有骷髅头的有毒试剂，甚至带出实验楼并全程录像。1997年5月5日，孙维把哥哥拍摄的录像放映给学校领导看，要求学校向公安反映真实情况，说明孙维不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驼的学生。1997年5月6日，清华的实验室大整改，要求师生停下工作，把所有药品严格分类管理，有毒试剂上锁，并由保卫处进行了拍摄。请注意，这里有一点，这里没有资料证明孙维哥哥拿的是驼，而另一个原因，网传是因为孙维的家里面关系很强大。朱令的律师曾直接曝光过他的家庭背景，他爆料说，孙维的爷爷辈曾是国民党4大家族的白手套，
当时国民党撤出中国内地以后，这些钱就交到了孙家人手里。可没想到，孙家人转头就把钱和矿都交给了新中国，然后他们家就在这个行业里面一飞冲天。当今中国能源相关的行业里，许多大企业的领导人都是从孙家出来的，所以说他们家能量很大。他还爆料说，当时孙家对嫌疑人所在的学校和同学都在各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么清华大学出具假证明，协和医院说自己找不到病因的原因就都找到了。本来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中间出了个姓贝的，把这件事给搅浑了。朱令居然逃出了必死的一劫。孙维1997年被抓和突审，让孙家可以说非常意外。网传最后孙家人做了一些让步以后，孙维就被放出来了。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家族能放出多少利益？这么说吧，20世纪初的时候，曾有一个叫卢美美的名人，就是这个人长得很漂亮的女人，一口气捐助了非洲几10个亿，而她捐助的这个机构的名誉主席就是孙家的人。张杰就曾说，恒大资产比孙家差得太远了，不夸张地说是富可敌国。因为这么多事在里面，所以案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僵局。2007年9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在复函中写道：由于事发2个月后才报案，证据已经灭失，案件终未侦破。对此，朱令的家长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均对此作出批示，要求加强办案力量，尽快办结此案。1997年10月23日，会议认为公安机关前期做了大量工作，鉴于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1998年1月，市公安局将此案办理情况逐级上报。经批准，1998年8月25日，市局文保处办结此案，并妥善答复了当事人家属。这一段其实可以跟上面的内容相佐证。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假如孙维是凶手的话，那么他为什么要投毒呢？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前提条件。首先，孙维从小学习也同样不错，跟朱令一样，他也是凭自己能力考上的清华大学。同时，他的托福成绩非常好，毕业前已经申请到了国外的奖学金，但因为朱令案，清华大学不给他发毕业证，也不让他出国。其他信息也证明，孙维在那段时间很想去美国，他曾尝试过从美国大使馆拿到签证。卫国以后，他又辗转做了许多努力，包括去广州的美领事馆签证都不能成功。无法出国的孙维不得已只能在国内工作，据说是直接去了诺基亚中国公司任项目经理，后辞职。第二，很少有人知道，朱令一开始跟孙维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好闺蜜。众所周知，他们宿舍里只有他俩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再加上他们父亲同属一个单位，家庭和阶层也差距不大，年龄相仿。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优秀的2个女孩很容易就聊到一起。据朱令的同学回忆，从大一刚开学开始，2个人就是关系非常好的闺蜜。朱令的母亲曾回忆说，朱令刚进大学时不止一次告诉母亲，跟宿舍的人在一块儿特别好玩。这中间还专门去买了一个本子，专门记录寝室里好玩的琐事。第三，孙维也曾非常努力地想要加入民乐队，但是尝试过几次不行，最后还是朱令帮忙把他送进民乐队的。那段时间，孙维非常感激他。按理来说，一对要好的闺蜜不应该反目为仇，后面甚至要除之而后快。所以网络的说法是不是有问题？从我个人角度分析，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朱令父亲在接受《观点制胜》节目采访时提到，孙维这个人从小骄傲，特别好强，不服输，看不起人。我们假设这么一种情况，
一个养尊处优、一直都是众星捧月的公主，突然被一个家世远不及自己的朋友，把自己的天分一次又一次地踩在地上，碾入脚下。是你的话，你会嫉妒吗？如果说之前孙维和朱令还各有长处，那么在民乐团，孙维在这个靠艺术天分立足的地方，可以说毫无存在感。不仅像透明人一样，还会被民乐队的人拿来跟她的好闺蜜朱令做对比。与之相反的是，平日里在班级不露锋芒的朱令，在民乐队很受大家重视，有许多朋友被大家追捧，这大大刺激了她高傲敏感的神经。关键是那段时间，朱令在清华大学里面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不光拿奖拿到手软，还作为校花被所有人追捧，所以他们关系可能会就此恶化。假如这些猜测成立的话，那么让朱令再也弹不了琴，拿不了奖，可能会是一个发泄自己愤怒的方式。第一次投毒以后，朱令虽然在晚会上大放异彩，但之后还是获得了几个月的安宁。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几个月以后，朱令居然回来了。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彼时的朱令由于痛苦，大多数时间待在宿舍的床上看书，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他父亲强调说，朱令疼得连下床去床底拿书都很困难。联系到朱令2次请病假离校的第2天，他半夜疼得居然住进了医院。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当时朱令晚上睡觉可能会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在一般人耳朵里没什么，可对一个刚刚清静了几天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折磨。所以2次投毒，凶手才会加大剂量。我再次强调一遍，这些都只是按照百度百科所说，孙维是此案唯一嫌疑人，然后再附加上我前面内容的总结分析做出的假设，只是我个人看法，没有任何依据和证据，大家不要过度联想。综上，其实这个案子如果保护好现场的话，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破案。但是朱令父母报案后，没有任何单位去对朱令的个人物品进行保护和封存，这取得证据的最好机会，甚至可以说锁定嫌疑人的机会。现在这种情况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什么，所以现在警方真的无能为力，他们拿不出直接有效的证据。所以这个案子就在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诱导之下，变成了一个死案。查没搞清楚，我们觉得我们脑子里非常清楚。你有什么？你想的这个已经非常好了。